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书也有看，课程也有在上，冥想也有在做，该觉察的也有在做练习，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会卡住，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是会有一种心里过不去。然后我觉得最崩溃的是，我连开口跟别人说都稍微有一点难说出口，就有一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好像要先处理什么，那个卡点才会过去。那你觉得啊，你刚刚说的那个卡点，你在意识到那个卡点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感觉？我说不上来，但是我会先感觉心里闷闷的，然后喉咙卡卡的，然后我会下意识的跟自己说，我最近头好痛。你用头痛去覆盖掉你身体的反应。我感觉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很常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最后我一定会说头好痛。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喉咙说出来的这个东西跟我身体会不会实际的感受不一样，可是你会觉得好像哪里好像怪怪的。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就是刚刚小天有提到的喉咙好痛、胸口好闷，其实就是可能会是我们的喉轮跟我们的心轮出状况了，就是那个让你会说不太出来的犹豫啊，或说不太出来的卡卡的，其实也会牵扯到一个再往下一点点的太阳神经丛。那是什么？这三个就其实就是今天要聊的脉轮。对，它并不是各自独立的问题，而是它同一件事里面可能会有不同层次的议题练习在里面，然后进而影响到你的不同的脉轮。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嗨，我是小天，我相信灵性，但只谈落地。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欢迎来到天外飞仙。那艾菲，我可以先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以前觉得脉轮就是要让它全部打开，好像有7个脉轮。对对对。那这个是越强越好吗？还是怎样才叫好？就是大家好像初次听到脉轮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追求脉轮要打开的感觉。对，但其实我觉得光是那个追求脉轮要打开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让你产生了一些限制性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脉轮是不是不够开啊？我今天上3轮是不是不够开啊？这样就不够高频啊，不够跟宇宙连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脉轮它比较像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去映照出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脉轮的反应去了解你当下的身心的状态，而不是一直去追求说我哪一个要开，哪一个要亮，哪一个要大。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感觉不到对，就是开，对，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让你去很真实的、不说谎的看见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对，我们现在试试看啊，就是如果你用直觉的回答我很快速的话，假如说你这一季原本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很多钱的案子，钱好多，好棒。突然今天下午开个会议之后，他就说卡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需要先下去走走，就会有一个感觉说，你好像努力很久了，那后面会不会怎么办？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小声音说，那会不会后面都没有了？就是明明我前面就很认真做什么，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这样子？对，然后心情会开始变得比较沮丧。就开始心情就开始想一些稍微比较恐惧跟负面的那个方向去思考。就其实你刚刚讲那段话里面啊，它就包含了好几个脉轮。举例来说，你开始会有那个不安全感出现，你会担心说，那是不是后面的案子也会影响？后面的案子是不是会掉？那个不稳定感出现，其实就是你的海底轮。
海底轮是不是跟生存有关？对，没错，因为海底轮跟生存有关，所以那些恐惧如果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话，它其实海底轮就启动了，海底轮就会开始出现一个比较不舒服的状态。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刚刚就说，那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我哪里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它就牵扯到你的太阳神经丛。太阳神经丛掌管着，就是我们肚脐上，然后跟胸口下的这个位置。它在，因为我们的脉轮在我们人体的中间嘛，所以它是悬空在身体的中间的。那这个太阳神经丛它掌管的就是自信心啊，或者是自我肯定等等的。你的刚刚那个念头，其实影响的就是你的太阳神经丛。所以记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然后跟记住这个感觉，我们再来试一题。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明明有很多话想要表达出来，但是你看到那个人或是到那个情境当下，你会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会害怕什么事情的发生之类的那种情况呢？有，但是我觉得这跟我的思考关系模组里面，我常常会是有点像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好像怪怪，你就是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怪怪的，可能是否定更好的进行方式的时候，我有察觉到这样，但是我通常不会主动说，我会等别人主动提起的时候，我才会去看待这个问题，或是这个关系应该要怎么处理。对，那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啊，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会不想要当这个第一个开口的人，你会等待别人先有一个回应之后，你再去说出来，对，向下一步走讨论这个事。对，但那个不让你讲出第一个开口的这个状态，有可能就是你的喉咙影响到了，就是也许是你可能会担心你先讲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牵扯到比较多，就是你有可能一来是担心你先出口了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对方想的方向，那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关系？或者是我没想清楚，对，就是冲动吧。对，就是它就是喉轮在影响你嘛。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有可能会牵扯到是你的眉心轮，就是我可能对，就是害怕看见真相，或者是你在担心你看见的视野不够宽广，不够好，做的不够有智慧，对之类的事情，就是它其实你看这样一句话里面，它涵盖或者是影响的脉轮。但是老师，我觉得像这个是我内心，假设对方没讲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心也蛮紧。因为它影响了你的情绪啊，你的情绪没有被抒发出来啊。它回流到你自己身上了，储存在你自己身上了，所以这也会跟心轮有关，因为这个人可能会影响你很多。对，所以这也会跟你的心轮有关。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讨论的，可能它并不是你不够勇敢，也不是你不知道要说什么，而是你的脉轮系统帮你做了一个选择。所以像我刚才简单跟您的对话，就会是我可能会有的是喉轮不敢说，然后还有眉心轮不敢看见那个真相，然后或者是心轮你的情绪卡在那里。对，这几个就是你的脉轮在运作。对，因为这些脉轮它很聪明，它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那这个逻辑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环境去影响它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拆开来看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那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说，那我刚才举例的那件事，我会比较再落地一点，知道说这个系统在保护我吗？还是那它在保护什么？对，这个就是你要它在保护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会去规避掉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所以它在保护的就是那个底层，你可能会害怕去面对，会让你有一点点受伤的那个真实情况。那我到底要面对还是不要面对？我觉得要不要面对这件事情，会取决于你当下的状态，因为
其实我会去思考要不要面对的人，他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要面对的能力了。哦，懂。然后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要不要面对的人，可能是你还在跳过那件事情，因为它就是2个路径嘛，一个是我决定要面对，但是如果我刚才的例子是我的行动会是等别人来，或者是好，我决定现在先不面对，那我就会内心自己消化别的。对，那举例来说，就是我最近可能刚好也跟好朋友发生一些误会。但是我心里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因为我觉得是我所有生活里面的事情里面，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你会思考说，如果这样我先想，但是他没有这个想法，那不就是浪费了彼此在情绪内耗的时间？这是我会内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朋友他很贴心，他就会变成。主动来敲你，对，他就说，是不是我哪里就是昨天或是那个文字上的密词，我们是不是不一样？那我没有要让你不舒服之类。但是我通常看到别人这样写的时候，我会把我内心的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对，因为我会觉得现在我们有在做一个情绪上面的练习，你会开始知道说，你事情差不多冲突有来的时候，或者是你认知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先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练习，是不会直接喷出来说为什么又这样。对，但是你会知道，因为你有在做这个练习，让时间来帮助你沉淀一下时间的时候，可是你心里还是会。就是你会有一个胸闷的感觉，我会很常假设是这种关系的算是课题，对，我会知道说我心里会紧紧闷闷的，但是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因为它会是我大脑会告诉我自己说我正在消化这个内容，但是我什么时候需要给时间，然后我再过去。可是我其实也知道我在等别人，因为有可能别人没说，我就当做没这件事。对。所以其实你有发现啊，就是你有感觉到你的心里会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被解决，或者是你期待他应该有下一步，但是那个下一步也还没来的时候，会卡卡的，会卡卡。对，因为他其实就是在等待着被解决的情绪嘛。那以往你的做法可能是你现在练习完的做法，可能是没关系，我让子弹飞一下，我让对方来提，我再去讨论。对方没提，我就会想说，那可能真的是我想太多。对，但是这件事情，你是用我的角度压抑的方式，有点像是把它先放下去了，压下去了。但其实另外一个我想要问你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当那个先说出口的人，先讲出那个话的人，先提起来的人？因为可能有过以前会在性格里面先讲，我会用我的方式说的时候，我第一个情绪可能会是生气跟愤怒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变成在沟通的过程中，只能先看到你的生气跟愤怒，就不是看到原本那个问题本身，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做比较多练习，会是蛮多在表达这一部分，但是我不认为我现在做的已经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也加上可能我都在舒适圈里面，就是等别人提，我就可以避免这个冲突。所以其实在你的脉轮运作的机制里面啊，你不去当这个先说出口的人，他在保护你的其实就是避免这个冲突的本身，因为可能你也还在练习用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回应别人，去问别人，所以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会选择先保护你，先让你有卡住说不出来也没关系，但至少他保护你先不要受这个伤害。对，所以他其实就像你刚刚有讲啊，你的胸口会闷闷的，情绪会闷闷的，那个闷其实在保护你的是他在帮你不要把那个情绪丢出去。但是我不舒服，对，
这是后面嘛。但我想要跟你就是厘清的是，你现在这所有的症状啊，它都是在做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是我的保护服。对，它就是这些反应跟这些状态，它都是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它其实是让你先回到一个安全的堡垒里面，我们后面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去释放掉那些不舒服。所以如果如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刚才有提到，他脉轮的运作可能不是只单看这里，对。但是我如果要跨出这个保护的机制，就会需要有勇敢的可能性。对。但是这个勇敢的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讲说 ，maybe 可能是太阳神经从这边要启动，那我要怎么启动这个勇敢，或是这个太阳神经丛，我是这样理解，对？就其实啊，我们在透过脉轮去感受到你哪边有不舒服的状况，哪边失衡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这句话里面会带有需要勇气的成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力量放回我们的太阳神经丛，就是我的肚脐上。对，就是在胸口下，然后肚脐上的位置，把力量放回那里，然后先去安抚那里的状态，先去告诉你自己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正在做对的事情，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先肯定自己。肯定完之后，你的脉轮安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你才有那个往上长出来的勇气。听你这么解释，我就理解我的老师，就是我在学习的喜马拉雅系统，他也是跟我说，我这一段要再特调训练一下，因为我的勇敢跟勇气是不足，但是我可以，所以他会告诉我说。用这个身体的容器在思考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消化系统啊，或是上司也会跟我说，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是讲太多话。我当时是听不懂什么意思，这有什么关系？但是如刚才你在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突然 get 到我的上司就是我在学习的系统里面，老师有这样跟我说，这边要去运作的时候，你要让它更强壮一点点。对，所以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是好几个脉轮在运作嘛。可是如果你有意识到，你可以先从哪一边先去安抚跟稳定它之后，你的其他地方才能也跟着有力量，可以去看见真实啊，或者是用比较温暖的话语去把你那些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心轮就会开了。所以我可以，它都是联动的。我可以再收敛一下，就是等于太阳神经从海底轮、心轮、喉轮，甚至到眉心轮，或是这7个脉轮，它必须要平衡或是一起被启动嘛？没错，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刻意的去追求7个脉轮要同时很启动、很活跃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讲，它在映照你当下的状态，它在保护你，所以你要去辨识你现在此时此刻受影响的是哪些地方，然后可以从那些地方去平衡它，慢慢的一个一个，或者是联动的，可能这个一次2颗3颗，你不用追求你自己一定每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是一个很高频，然后很串联，每一个都很平衡。我觉得这样子太执着，然后以及太多框架了。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回到我刚才的情境里面，比方说我有感受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我当下是可以在言语上面可以先写给对方说，我觉得这段话我不知道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但是我感受到不舒服，我是可以把微微的生气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不是全部放在心里，这样吗？对，因为你这样子，你的心轮就会堵住了。你适时的，我觉得，因为在觉察之后，觉察你的不舒服之后，其实你要做的是行动嘛。那行动其实里面要带上智慧。你刚刚讲的就是比较有智慧之后的行动。没智慧就是先喷人家一个。对，就是觉察完一定都要行动啊！你不可能觉察完然后就这样。对，你觉察完的行动反而是
就是你可以用比较有爱的状态去回应这件事情之后，也许你的这3个地方就会松开一点点，又会平衡一点点。好哟，那我这样子听完，我就稍微松一口气。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7个脉轮的完美，就是让它保持平衡为主，这样吧。就是我们真的在追求的应该是那个平衡的能力跟自由调节的能力，就是该战斗的时候我们就让它战斗起来，但该臣服该放松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脉轮放开，就是我们要去有这样子的弹性跟调节能力去对应我们的脉轮。好哟，这样子我这一集又帮助我可以放下很多焦虑，然后长了一些智慧，让我在觉察中可以更知道我要怎么精进。对，如果你也曾经为了频率不够高而感到焦虑，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现在觉得自己是哪个脉轮正在保护你，跟为什么。那接下来也许在未来的几集里面，我们也可以透过13月亮历让你去结合脉轮聊聊你可以帮我抽牌吗？可以耶找到就是你天生的能量频率到底是什么。